公元923年农历10月初2的黄河洋流渡口，河水在寒风中翻涌，一支精锐军队正悄无声息地渡河南下。统帅晋王李存勖目光如炬，凝视着对岸后梁国都开封的方向。这次军事冒险将决定他与其家族20余年血仇的最终结局。3天后，当后梁末帝朱友贞在皇宫中得知李存勖如神兵天将般兵临城下时，一切为时已晚。这位统治中原17年的皇帝选择了自尽，曾经强盛的梁朝轰然崩塌。李存勖骑着战马进入开封，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同时开启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却又最为短暂的篇章。他继承父亲遗志，以唐氏后裔自居，建立后唐，定都洛阳，成为5代中疆域最广的王朝的开创者。然而，历史在此刻埋下了最深刻的伏笔。这位被誉为5代第一战神，几乎统一北中国的英雄，在登基称帝仅3年后，便在众叛亲离的混乱中被乱箭射杀于洛阳宫门。从巅峰到深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李存勖剧烈反转的人生轨迹，折射出唐末5代那个五夫当国、伦理失序的特殊时代中，权力、人性与历史宿命的复杂交织。公元885年，李存勖生于晋阳宫，今山西太原。他出身于西突厥沙陀部族，本姓朱也。其家族凭借军功在唐代逐步跻身权贵阶层。祖父朱爷赤心因在咸通年间成功镇压庞勋兵变，立下赫赫战功，被唐懿宗赐姓李氏，编入宗室谱籍，从此以李为姓，跻身皇亲序列。父亲李克用更是唐末乱世中的一代枭雄，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官至河东节度使，受封晋王，以太原为根基，建立起稳固的河东割据势力，史称晋国，手握重兵，成为北方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而此时的中原大地早已是藩镇割据、战乱扰攘的局面。梁王朱温凭借宣武镇的地理优势，逐步吞并周边势力，牢牢控制了中原核心区域，野心日益膨胀。李克用与朱温自唐末便因权力争夺结下深怨，为了角逐天下霸权，两大势力在黄河流域展开了长达数十余年的惨烈拉锯战，史称梁晋争霸。烽火连天、群雄逐鹿的乱世，正是李存勖出生与成长的时代底色。生于这样的将门世家与战乱时局，李存勖自小便自带英雄气度，既承继了沙陀部族尚武善战的血脉，又兼具文人般的细腻才情。他天生善骑射，挽弓搭箭，百发百中，且胆略过人，每逢军旅演练，总能镇定自若地出谋划策。那份少年老成的沉稳与豁达豪爽的心性，深得父亲李克用的偏爱。难能可贵的是，李存勖并未陷入武将子弟常见的鲁莽粗疏，反而对读书有着浓厚兴趣，尤其钟情于《春秋》一书，早早便形成了初步的政治认知与家国观念。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在音律上有着极高的悟性，对歌舞词曲的品鉴与创作皆有造诣，既能弯弓射敌，又能抚弦吟唱。这份文武双全的特质，在纯粹崇尚武力的乱世之中，显得尤为难得。公元895年，年仅11岁的李存勖便已踏上战场，随父亲李克用出征讨伐叛乱。叛军攻入长安，谋废唐昭宗，李克用率军擒王，顺利讨平3镇之乱。战后，李存勖随父入朝献捷，唐昭宗一见这位英气勃勃的少年，亲手抚其背，赞叹道：“此子可压其父。”随即赏赐珍稀珍宝，还破格授其检校司空一职，遥领袭州刺史。
此番殊荣让年少的李存勖声名鹊起，少年英雄的美誉自此在藩镇之间广为流传。这份殊荣并未让李存勖沉溺于安逸，反而让他更快地成长为能为父亲分忧的得力助手，在梁晋争霸的关键节点中，屡次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战略眼光。公元902年，梁军2次重兵围困太原，城中形势危急，李克用面对朱温的强大攻势束手无策，终日忧虑不安，甚至一度萌生退意。比时年仅17岁的李存勖却异常沉着，主动劝慰父亲道：“物不及则不反，恶不及则不亡。”朱温威逼天子，觊觎帝位，陷害良善，所作所为早已天怒人怨，可谓自取灭亡。父亲您当忍耐静观，积蓄力量，静待朱温势力衰弱之时再图复兴，不必灰心丧气。这番话言辞恳切，既点破了朱温的悖逆本质，又明晰了晋国的应对之策，见识深远的不像出自少年之口，让李克用豁然开朗，重新振作精神，部署防御。这份远见在4年后再次得到印证。公元906年，朱温派遣大军攻打沧州，实属幽州镇治下，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无力抵御，紧急遣使向晋国求救。李克用因恼恨刘仁恭此前反复无常，多次北盟，坚决不愿出兵援助。关键时刻，又是李存勖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对天下局势做出精准研判。如今朱温已占据天下7/9的土地，多强藩归附于他，黄河以北能与他抗衡的，只剩下我晋国和刘仁恭了。若我们见死不救，任由刘仁恭被朱温攻灭，晋国便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形势将会对我们更加不利。此乃关乎兴衰的战略良机，万不可因一时闲怨而错失。李克用深以为然，当即采纳其建议，派遣大军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直接威胁梁军后方，迫使朱温不得不从沧州撤兵回防。此次军事行动成功化解了北方藩镇的战略危机，也让李存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广泛认可，更让李存勖在军中与朝堂的威望日益累积，而命运的考验也随之而来。908年正月，李克用病重临终，将3支箭交给24岁的李存勖，代表3大遗愿，讨伐幽州刘仁恭父子，以报背信之仇；击败契丹耶律阿保机，以安北疆；消灭梁朝朱温，以雪国恨家仇。24岁的李存勖遵诏遗命，承袭河东节度使一职，正式继晋王之位，接过了父亲留下的基业与魏晋的争霸大业。但此时的晋国早已深陷内忧外患的双重绝境，局势危如累卵。内部层面，李克用生前为笼络部将，扩充势力，收养了多位养子，加之亲生的几位弟弟，其中不少人手握强兵，盘踞一方，对年轻的新王心怀不服，觊觎王位已久。尤以叔父李克宁最为棘手，他总揽兵权，在李存浩等野心家的不断怂恿下，早已动了异心，暗中勾结后梁，图谋发动叛乱。外部层面，梁军趁晋国国丧，权力交替之际，再度重兵围困潞州，昼夜猛攻不止，城中与外界音信断绝，守军孤立无援，随时面临城破人亡的危机。而梁军的最终目标，正是一举瓦解整个晋国的防御体系。面对着内忧外患交织的生死关头，李存勖褪去了少年时的青涩，展现出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沉稳与果决。他深知此时若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于是先采取假意退让之策，对李克宁等人的试探始终隐忍不发，刻意迷惑叛军，使其放松戒备。与此同时，
他暗中联络张承业、李存璋等忠于自己的核心大臣与将领，秘密筹划平叛事宜，集结可靠兵力。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李存勖当机立断，设下伏兵，在朝堂之上突然发难，一举诛杀李克宁及李存浩等叛乱骨干，以雷霆手段肃清了内部叛乱势力。这场速战速决的平叛行动，不仅避免了晋国因内部分裂而走向覆灭，更迅速稳定了动荡的政局，让晋国上下看到了新王的铁血手腕与掌控全局的能力。肃清内患，稳固政局后，李存勖立刻将全部精力投向外部危局，潞州的安危成为他必须优先破解的难题。这座被梁军长期围困的军事重镇，不仅是晋国南向扩张的门户，更是维系军心民心的关键。此时的梁军早已陷入骄兵之态，见晋国遭遇国丧，权力更迭，便认定潞州旦夕可破，防守戒备日渐松懈。就连梁太祖朱温也觉得胜券在握，放心地从泽州返回洛阳，全然未知一场致命反击正在酝酿。李存勖精准捕捉到梁军的懈怠之机，亲率大军自太原出征，一路衔枚疾走，隐蔽行军。5月初1清晨，天空笼罩着浓重的晨雾，能见度极低。李存勖率领亲军前师埋伏在潞州以北的三垂岗下。黎明时分，大雾仍未消散，唐军借着雾色掩护，突然发起猛攻，直抵梁军精心构筑的外垒。梁军将士尚在睡梦中，骤闻喊杀声震天，顿时惊慌失措，大乱阵脚，纷纷丢盔弃甲，向南奔逃。溃散的士兵与丢弃的兵器粮草堵塞了道路，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此役唐军大获全胜，成功解除潞州之围，一战便打出了晋国的威风。李存勖少年英主的声名也随着捷报传遍四方。班师返回晋阳后，李存勖先是告祭宗庙，论功行赏，慰劳三军，随后便着手整顿内政，颁布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新政，严令禁止盗贼作乱，保障民间治安，体恤孤寡老弱，征召天下隐逸贤才，整肃官场风气等。短短1个月内，晋地的社会风气便焕然一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官吏各司其职，原本动荡的局势彻底稳定下来。民心所向，军心凝聚，李存勖的王霸之业也自此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潞州大捷不仅稳固了晋国的根基，更点燃了李存勖逐鹿中原的雄心。他不再满足于被动防御，转而采取主动扩张的战略，与后梁展开了更为惨烈的霸权争夺。战火在黄河流域持续蔓延。公元910年，后梁的攻势愈发猛烈，赵王王戎、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不堪其扰，又深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抗衡朱温，遂共同遣使向晋国求援，愿推李存勖为盟主，三方合兵共抗后梁。这一提议在晋国朝堂引发争议，不少大臣担忧出兵会陷入长期苦战，损耗国力。但李存勖认为这是联合北方藩镇，壮大反梁阵营的关键契机，力排众议，决定出兵相助。他亲自率军东下，与王处直派遣的5000兵马顺利会合，大军一路推进，与梁军形成对峙之势。公元911年正月，决战的序幕正式拉开。唐军将领周德威率领3000骑兵前往梁军阵前挑战，故意示弱诱敌。梁军果然中计，倾巢而出，摆出横亘6-7里的庞大军阵，气势逼人。两军骑兵在阵前反复冲杀，激战数个时辰不分胜负。时至傍晚，梁军将士经过整日鏖战，早已疲惫不堪，
阵型渐渐松动，显露退意。周德威敏锐捕捉到这一战机，立马阵前高声大呼，唐军将士闻声齐声呐喊，士气如虹，随即发起总攻。唐军兵分几路冲阵夹攻，梁军阵脚大乱，再也无法支撑，纷纷溃散奔逃。此一战况极为惨烈，梁军弃甲投帐之声震动天地，其麾下精锐部队在唐军的追击下几乎被屠戮殆尽，数十里的道路上，战死的梁军士兵尸体层层叠叠，僵尸枕藉。此战的胜利不仅一举击溃了后梁的主力精锐，极大地削弱了其军事力量，更让李存勖的威望在北方藩镇中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势力向晋国靠拢，反梁联盟愈发稳固。但李存勖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深知北方的幽州节度使刘守光野心勃勃，反复无常，若不先除这一昼夜之患，南下攻梁时必将腹背受敌。因此他暂缓南下步伐，将战略重心转向肃清北方隐患，矛头直指刘守光。刘守光本就狂妄自负，此前便多次截留晋国使者，侵扰周边藩镇。李存勖看透其野心，索性采取欲擒故纵之策，假意推崇其为上父，不断助长其嚣张气焰。果然，刘守光在虚假的尊崇中彻底迷失，公然僭越称帝，建立大燕政权。此举不仅引发天下藩镇不满，更给了李存勖出兵的绝佳口实。公元912年正月，唐军顺利进抵涿州。刺史刘知温见唐军势大，县城归顺，周德威乘胜进逼幽州，刘守光被迫出兵迎击，双方在幽州外围展开拉锯战。就在唐军全力围攻幽州之际，后梁太祖朱温不愿看到刘守光覆灭，晋国势力进一步壮大，遂亲率大军北上救援，同时派军攻打周边县，试图分散唐军兵力。面对这两线作战的危机，李存勖沉着应对，令李存审与史建堂率领3000骑兵屯驻赵州，牵制梁军援军。二人深知梁军势大，不宜正面硬拼，遂精选800骑兵，趁夜色奇袭赫德伦军营，纵火呐喊，乱其阵脚，一番冲杀后，伏斩数百人，从容而返。梁军本就畏惧唐军勇猛，经此奇袭，更是军心大乱，连夜遁逃。朱温得知前线兵败，又恰逢久病缠身，气急交加之下，病情愈发严重，只得仓皇退守。同年6月，朱温被其子朱友圭弑杀，后梁陷入皇位争夺的内乱，自顾不暇，再也无力出兵救援幽州。李存勖得以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全部兵力攻打刘守光。公元913年正月，李存勖见时机成熟，下令亲征幽州，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沿途州县，直逼幽州腹地。11月，唐军主力抵达幽州，次日便下令全力攻城。此时的幽州城早已人心涣散，守军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猛攻。不久后，城池便被攻破，李存勖顺利擒获刘仁恭和刘守光及其妻儿，历时2年多的幽州之战就此落幕。北方最大的隐患被彻底肃清。李存勖班师回晋阳后，以粗绳捆绑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巡游示众，随后诛杀刘守光，将刘仁恭押至李克用陵前，赐其心血，祭奠父亲亡灵，了却了李克用生前遗愿。这一战不仅铲除了北方的割据势力，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报了家族夙愿，让李存勖的威望达到新的高度，晋国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也随之急剧提升。镇州王戎、定州王处直深知李存勖的雄才大略，也明白唯有依附晋国才能抵御后梁的压迫，
遂共同遣使入朝，推举李存勖为尚书令。这一职位象征着中枢大权。随后，他效仿唐代旧制，开设八府，建立刑台，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政治军事体系，既强化了对下辖藩镇的掌控，也为日后称帝建国、统一中原做好了制度铺垫。北方稳固后，李存勖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原，而后梁内部的变故为他提供了南下扩张的绝佳契机。公元915年3月，后梁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病逝。魏博镇作为后梁在黄河以北的军事重镇，兵力雄厚，地理位置关键。后梁朝廷担心魏博镇势力过大，难以控制，遂决定拆分其辖区。这一举措直接引发了魏博军士的强烈不满。魏博镇自晚唐以来便形成了父子相承、亲党交过的割据传统。拆分辖区意味着打破了军士们的既得利益。魏博军发动兵变，将节度使贺德伦囚禁于衙署之中，随后强迫贺德伦归附晋国，并遣使向李存勖起誓援助，希望借助晋国的力量反抗后梁朝廷。李存勖接到消息后，立刻意识到这是夺取魏博、打开中原门户的关键机遇，当即率军奔赴魏州。进入魏州城后，李存勖展现出极强的政治手腕。他首先下令诛杀带头作乱的7名军士，以雷霆手段震慑哗变士兵，安抚城中百姓，迅速稳定了魏州的秩序。随后，他接受了贺德伦所献的符印，正式兼领魏博节度使，将这一战略要地纳入晋国版图。占据魏州后，唐军士气大振，乘胜向周边州县进军。后梁朝廷即命大将刘询率军抵御。刘询率领梁军屯驻于深县，与唐军隔河对峙，双方日夜交斗，互有胜负，战局陷入焦灼。为打破对峙僵局，李存勖巧用诱敌之计，故意放出消息，声称要返回晋阳处理内政，营造出唐军主力东撤、邺城空虚的假象。刘询果然上当，误以为有机可乘，当即率领梁军主力悄悄离营，试图长途奔袭邺城，一举端掉唐军的后方基地。然而，这一切早已在李存勖的预料之中。他暗中下令李存审率领大军尾随其后，同时命李嗣源从魏州出兵，布下前后夹击的埋伏。当刘询率领梁军行至固原城西时，李存审、李嗣源两军突然杀出，李存勖也亲率主力从贝州赶来，三方合围之下，梁军顿时陷入绝境。唐军四面发起猛攻，喊杀声震天动地，梁军士兵惊慌失措，弃甲之声数十里外都能听闻。此役，后梁7万步兵几乎全军覆没，尸横遍野。刘询仅率领少量残兵拼死突围，狼狈奔逃至华州。深县之战的大胜，彻底击溃了后梁在黄河以北的有生力量。唐军乘胜展开全面攻势，先后攻取多地。至公元916年9月，整个河朔地区尽数落入李存勖手中，后梁在黄河以北的势力被彻底肃清，双方持续多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晋国从此占据主动，可随时挥师南下直捣后梁腹地，而后梁则被迫转入被动防御，灭亡的阴影已然笼罩在其头顶之上。当李存勖在河北与后梁激战正酣时，北方的巨大阴影悄然逼近。契丹在雄主耶律阿保机的率领下迅速崛起，不断南侵，成为中原的心腹大患。首次重大交锋发生在公元917年，新州将领卢文进叛投契丹，阿保机亲率大军漫山遍野南下，围攻幽州。幽州守将周德威告急，李存勖虽正与梁军对峙，
仍果断派遣李存审、李嗣源等名将率步骑7万驰援。8月，援军抵达幽州城外60里处，与契丹前锋万骑遭遇。李存审命步兵以鹿角阵固守，以强弩抵御契丹骑兵的冲击，待其攻势稍泄，李嗣源亲率精锐骑兵从侧翼猛攻，大破契丹军。唐军乘胜追击，伏斩万骑，缴获战车，牛羊无数，成功解幽州之围。此役沉重打击了契丹南侵的气焰，阿保机被迫暂时北撤。然而，契丹的威胁并未根除。公元921年，定州王处直为抗衡李存勖，竟暗中勾结契丹。阿保机闻讯，以为良机，在此发兵南下，突破长城，进为定州、望都。李存勖深知此战关乎北疆安危，不顾部将劝阻，亲率5000精锐铁骑北上迎击。在望都一带，他以沙陀骑兵特有的勇猛与机动，与契丹主力展开野战。李存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唐军竟在兵力劣势下大破契丹军，并将其一路追击至益州。时值严寒，大量契丹人马冻饿死于逃亡路上。此战，唐军甚至俘获了阿保机之子，给予契丹开国以来罕见的重创。耶律阿保机见识到李存勖的勇武与唐军的战力，此后多年不敢大举深入中原，为李存勖全力南征后梁解除了后顾之忧。这2次关键性胜利不仅稳固了北部边防，实现了父亲安北疆的遗命，更展现了李存勖在面对多线作战时的卓越战略判断与敢于亲冒史实的非凡胆魄。公元923年2月，藩镇纷纷遣使入朝，相继上谏劝进，恳请李存勖登基称帝，以顺应天意民心。此时的李存勖已占据北方半壁江山，具备了建国称帝的雄厚基础，遂顺应众议，正式启动即位筹备工作。同年4月己巳日，李存勖在魏州城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同光，宣布沿用大唐国号，史称后唐，以此号召天下人心，彰显其继承唐作、统一中原的正统地位。即位后，李存勖随即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初步确立了后唐的政治中心与统治版图。此时的后唐共管辖13处节度使、50个州，势力范围涵盖了今天的山西、河北、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及陕西部分地区，基本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成为当时天下最具实力的政权，与后梁形成南北对峙的最终格局。灭亡后梁，统一中原的决战已箭在弦上。然而决战之初，唐军便遭遇意外挫折，原晋国将领李继涛临阵叛降后梁，导致战略要地潞州失守，后梁防线瞬间收紧。梁末帝见状，即遣猛将王彦章取代戴思远，总领全军抵御唐军，意图凭借潞州屏障扭转对峙颓势。王彦章素有王铁枪之称，作战勇猛无匹且善用奇谋。他抵达前线后，并未与唐军正面僵持，而是趁夜率领周师自杨村顺河而下，突袭唐军德胜渡口，一举截断浮桥，攻破德胜南城。唐军防线被骤然撕开缺口，粮草转运受阻，前线形势瞬间陷入危急。李存勖得知消息后，当即亲率大军赶赴杨柳，最终决定在黄河下游聚河筑垒，构建新的防御屏障，同时驰援运州。6日后，营垒即将竣工，却被王彦章、杜彦球率领的数万梁军主力团团围攻。与此同时，梁军派遣10余艘巨舰封锁河面，
扼断唐军粮草与援军通道，筑垒唐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城中形势岌岌可危。危急关头，李存勖自杨柳率领大军在黄河西岸列阵，城中唐军望见援军齐至，顿时士气大振，齐声大呼助威。李存勖下令以舟备渡，摆出强渡黄河，与梁军决一死战的架势。王彦章深知唐军主力精锐，若腹背受敌必遭惨败，只得下令解围撤兵，退保邹家口。李存勖乘胜率领大军沿黄河南岸推进，梁军早已军心涣散，见唐军势大，连夜弃邹家口遁逃。唐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收复大片失地。经此数战，唐军士气愈发旺盛，而梁军则节节败退，军心大乱。战局的转折在同年8月骤然到来。后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早已看透后梁朝政腐朽，必败无疑，遂率领100余名骑兵投奔后唐，向李存勖全盘透露了后梁的绝密战略部署，并献上奇袭破梁之策。李存勖当即决定采纳，亲率后唐大军自杨柳渡过黄河，抵达运州，与当地守军会合后，围攻中都。中都素来没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唐军当日便攻破中都，斩杀梁军2万余人，战绩辉煌。攻克中都后，李存勖向汴州疾驰而去。10月，李嗣源率领的先锋部队率先抵达汴州城下。此时的汴州早已无兵可守，守将开门请降，献出汴州城。不久后，李存勖与后唐大军相继抵达，自大梁门入城，接管汴州。此时，梁末帝朱友贞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难逃一死，便命手下将自己斩杀，避免被俘受辱。唐军入城后，寻得朱友贞首级，以木匣盛装献上。至此，历时10余年，战火绵延千里的梁晋争霸战争，最终以后唐的全胜正式告终，后梁彻底灭亡。李存勖不仅实现了父亲李克用毕生未尽的遗愿，更一举平定中原，统一北方，终结了唐末以来北方长期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后唐的统治疆域与政治威望也随之达到顶峰。灭亡后梁，统一中原后，李存勖的统治根基得以稳固。为彰显正统，居中域外，他于公元923年年底下诏迁都洛阳，将这座历经隋唐盛世的古都重新定为后唐都城，以此进一步整合各方势力，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在安抚人心、稳定政局方面，李存勖展现出了成熟的政治手腕。对于后梁旧臣，他采取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策略，除了部分积极辅佐朱温篡唐，手上沾满忠良鲜血的首恶分子被依法诛杀外，其余文武官员、将领校佐一概既往不咎，允许他们继续任职，以保证官僚体系的平稳过渡。为了强化对降将的笼络与控制，他还对部分后梁旧将赐姓李，更改名字，让他们以宗室身份融入后唐体系，极大地消解了旧臣的抵触情绪，收揽了中原地区的人心。与此同时，李存勖还着力处理与周边割据势力的关系，尤以对其王李茂贞的安抚最为关键。李茂贞盘踞凤翔数十年，虽实力不及后唐，却一直是西部边境的重要力量。眼见后唐灭梁，国力强盛，李茂贞自知无力抗衡，只得主动遣使入贡，上表称臣。李存勖念其是晚唐以来的奇旧藩镇，为体现怀柔政策，稳定西部边境，特意对他加以优礼，不仅不强迫其入朝，允许他不加名不拜，保留了一定的自主地位。这一举措既避免了西部战事的再起，
又以最小的代价将其王势力纳入后唐的藩属体系，成功维持了西部边境的稳定，为后唐后续的对外扩张扫清了侧翼障碍。随着中原安定，边境稳固，李存勖将目光投向了西南的前蜀政权，意图一举统一全国，成就大一统霸业。公元925年，李存勖正式下诏出兵伐蜀，任命长子李继吉和心腹重臣郭崇韬率领6万大军，兵分几路向西川进发。伐蜀之战的进程远超预期的顺利。彼时的蜀主王衍终日沉溺于酒色游乐，荒疏朝政，对边境战事毫无察觉。直到威武城的败兵狼狈奔还，王衍才得知唐军已大举入侵，惊慌之下仓促组织抵抗。然而长期缺乏训练的蜀军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唐军对手。最终蜀主王衍率文武百官向唐军投降。至此，立国17年的前蜀政权正式灭亡。后唐成功将汉中及两川之地纳入版图，疆域空前辽阔，北至幽云，南抵巴蜀，西达祁陇，东接海滨，达到了鼎盛时期。这场历时仅2个月的伐蜀之战，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仅彰显了后唐的军事强盛，更让李存勖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距离他统一全国的梦想仅有一步之遥。然而，巅峰往往是盛衰转折的临界点。就在后唐疆域拓至极致，国力看似蒸蒸日上之际，李存勖却在胜利的光环中逐渐迷失了自我。昔日那个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英主，一步步沦为沉溺享乐、荒废朝政的昏君。后唐的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走上了由盛而衰的下坡路。他认为天下已定，多年的征战劳苦终于可以换取无尽的享乐，昔日的英明神武渐渐被奢靡放纵所取代，朝政大事在他眼中变得远不如梨园歌舞那般重要。李存勖自幼便对音律有着近乎痴迷的喜爱，称帝后更是毫无节制地沉溺其中，常常脱下龙袍，换上戏服，与宫中名人一同排演戏剧，甚至自取艺名李天下，亲自登台演唱，将皇宫变成了夜夜笙歌的梨园。他终日流连于丝竹管弦之间，与伶人嬉笑打闹，不分尊卑，将军国大政抛诸脑后，朝廷中枢渐渐陷入无人打理的混乱状态。沉溺享乐必然伴随着巨额的财力消耗，为了满足自己奢靡无度的生活需求，李存勖不惜大肆搜刮民财，将天下百姓视为取之不尽的金库。他下令大修宫殿楼阁，对洛阳宫城进行大规模扩建与装饰，琼楼玉宇，雕梁画栋，每一处都极尽奢华。本就因连年征战而空虚的国库愈发捉襟见肘。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持续供应自己的享乐开支，李存勖启用了为人刻薄贪婪的孔谦担任租庸使，主管全国赋税征管。孔谦深谙李存勖的敛财需求，一味以郡法包下，厚敛奉上为宗旨，推行了一系列苛捐杂税政策，不仅提高正税税率，还巧立名目增设苛捐，甚至对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横征暴敛，连农具、食盐、布匹等必需品都要缴纳重税。在朝政被奢靡享乐与苛政敛财搅得乌烟瘴气之际，李存勖的猜忌之心也愈发炽烈。昔日与他出生入死、共筑霸业的功臣宿将，渐渐成了他眼中最危险的隐患。对权力的偏执与对他人的不信任，让他彻底背离了创业时的君臣同心之道，动辄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功臣加以猜忌与迫害，将朝堂的恐怖氛围推向了顶点。郭崇韬无疑是这场功臣悲剧中最令人扼腕的一位。
作为后唐的开国元勋，他自追随李存勖以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立下的赫赫战功足以彪炳史册。他不仅是军事上的核心智囊，更在政治上尽心辅佐，整顿吏治，安抚民心，为后唐的稳定与强盛耗尽心力。然而，正是这份功高震主的威望，让称帝后的李存勖日渐忌惮。郭崇韬的正直敢言与朝野声望，既让沉溺享乐的李存勖感到刺眼，也被伶人、宦官等奸佞之徒视为眼中钉。这些人不断在李存勖耳边吹风，捏造郭崇韬拥兵自重，意图谋反的谗言。本就心存疑虑的李存勖未及详查，而刘皇后急于铲除隐患，竟私发密诏，命人将郭崇韬及其子渊杀于成都，一代功臣含冤而死，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引发了连锁反应。河中节度使朱有谦同样是后唐的开国功臣，他早年叛梁归晋，为李存勖平定中原提供了重要助力，伐蜀之战中也屡立战功。但郭崇韬死后，朱有谦也成了李存勖猜忌的目标，伶人景进等人趁机诬告他与郭崇韬勾结谋反。李存勖下令诛杀朱有谦全家及其部将7人。一时间，功臣宿将人人自危，凡是曾经战功卓著、威望较高的将领，无不忧心忡忡，生怕下一个遭殃的是自己。曾经凝聚力极强的后唐军队，因主帅的猜忌与迫害而军心涣散，将士们的报国之心渐渐被寒心与失望取代，军队的战斗力也随之急剧下滑。与对功臣的残酷迫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存勖对伶人、宦官等奸佞之徒的无条件信任与纵容。他将这些人视作最亲近的心腹，任由他们把持朝政，胡作非为。伶人不仅干预官员任免、敲诈勒索藩镇，还直接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宦官则被委以监军之职，前往各地军队中掣肘将领，许多将领因宦官的诬告而获罪。这些人既无治国之才，也无安邦之志，只知迎合李存勖的享乐需求，为一己之私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搜刮民财。在他们的操纵下，后唐的朝政日益腐败，纲纪废弛，官员贪污成风，政令混乱无序。曾经欣欣向荣的后唐王朝，就这样在猜忌与腐败的双重侵蚀下，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朝政的腐败、民心的背离与军心的涣散，如同3座大山压垮了后唐的统治根基。一场看似偶然的兵变，最终成为点燃王朝崩塌的导火索。公元926年，魏博指挥使杨仁整率领部下士兵戍守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境内。戍期结束后，奉命班师，行至贝州（今河北清河市），被朝廷诏令就地驻扎。长期的戍边劳苦与对朝廷苛政的不满，早已在士兵中埋下怨恨的种子。而一次偶然的事件，彻底引爆了这场积压已久的矛盾。军士黄甫辉等人夜间聚集赌博，输光财物后，心怀怨愤，竟铤而走险，发动叛乱。他们手持兵器闯入营帐，劫杀了都将杨仁整，随后强迫素来有声望的皮将赵在礼作为叛乱的首领。乱军在贝州城内大肆分裂，随后整军向邺都进发，一场席卷北方的兵变正式爆发，史称邺都兵变。李存勖得知兵变消息后，虽震惊，却并未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当即任命李嗣源率领亲军赶赴邺都平叛。李嗣源是后唐的开国功臣，威望极高，李存勖本指望他能迅速平定叛乱，稳定局势。然而，此时的后唐军队早已人心浮动，对李存勖的猜忌与苛政积怨已久，
当李嗣源率领大军抵达邺都城下时，所部士兵竟纷纷响应城内叛军，发动哗变。乱军将李嗣源团团围住，以魏主尽忠，不如为国除暴为由，强迫他登基称帝，统领叛军对抗朝廷。李嗣源起初对李存勖仍有君臣之情，坚决拒不从命，试图挣脱乱军束缚，向洛阳发送奏表。但此时的李存勖早已被伶人、宦官的谗言蒙蔽，加之袁行钦等将领因嫉妒李嗣源的威望，趁机在一旁煽风点火，恶意陷害，污蔑他与叛军同流合污，断绝了他申诉自正的所有可能。李嗣源明白，若继续效忠李存勖，不仅无法洗刷冤屈，反而会落得与郭崇韬、朱有谦同样的下场。在求生的本能与乱军的胁迫下，李嗣源最终无奈妥协，选择与叛军合谋，调转兵锋，率领大军向洛阳进发。一场平叛之战彻底演变为争夺皇位的内战。李存勖得知李嗣源叛乱的消息后，这才意识到事态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得亲自率领禁军出征。然而此时的禁军早已不复往日的精锐与忠诚，行军途中纷纷逃亡，军队实力大打折扣。当李存勖率军行至英子谷（今河南西安境内），道路狭窄险峻，他遇见沿途手持兵杖、神色不满的卫士，深知军心已失，只得放下帝王身段，好言安抚。刚才接到奏报，魏王李继吉从西川进贡的50万金银已经在途中，等抵达洛阳后，一定全数赏赐给你们。面对皇帝迟来的许诺，士兵们却早已心冷如铁。有人直言回应：陛下此刻赏赐实在太晚了，我们再也不会感念圣恩了。这句话如同利刃，刺穿了李存勖最后的侥幸心理。他看着将士们冷漠的眼神，深知自己早已失去了军心与民心，曾经的千军万马、赫赫威名，如今都已化为泡影。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开国皇帝，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绝望与悔恨，唯有当场流涕而已。此时的他已然沦为孤家寡人，王朝的覆灭已近在眼前。无奈之下，只能仓皇返回洛阳。而一场由进士发起的兵变，给了这位末代英主致命一击。郭从谦本是伶人出身，因攀附郭崇韬而与李存勖结下隐怨，又素来与李嗣源交好，见李存勖大势已去，便决意发动叛乱。他率领麾下将士抽割路刃，直扑皇宫兴教门，沿途高声呼噪，以壮声势，与宫中哗变的黄甲军会合后，一同引弓搭箭，朝着兴教门城楼密集射击，箭矢如雨般落在宫墙之上。李存勖在宫中听闻叛乱的喊杀声，当即率领诸王与禁卫侍从冲出御敌。这位昔日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帝王，此刻虽已不复当年之勇，却仍保有几分血性，亲自督战指挥，一度将乱兵逐出兴教门外。然而乱兵很快重整旗鼓，竟放火烧毁兴教门城楼，借着火势攀援城墙涌入宫中，登上宫墙的乱兵高声欢噪。李存勖见状，亲自率领亲军冲入乱兵之中格斗，凭借过人的勇武斩杀乱兵数百人，却在激战中被一支流矢射中，箭头深入腹部，鲜血浸透了龙袍，剧痛让他几乎无法站立。天午时分，太阳升至正中，曾经照耀过后堂鼎盛荣光的阳光，此刻却见证着帝王的落幕。李存勖在将萧殿的狼舞下气绝身亡，时年43岁。他驾崩后，身边的侍从、近臣纷纷弃他而去，争相逃亡以求自保，唯有伶人善有感念旧恩，不忍见帝王尸身暴露。他将宫殿廊下用于演奏的乐器尽数收集起来，
覆盖在李存勖的尸体上，随后点燃火焰。熊熊火光中，乐器的木质与绸缎渐渐化为灰烬，也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开国皇帝的身躯掩埋。从少年英雄到开国之君，再到身死火焚的悲惨结局，李存勖的一生在烈火中画上了令人唏嘘的句号。李嗣源率领大军一路西进，几乎未遇有效抵抗，便抵达洛阳城外。在确认李存勖驾崩后，他于4月丙午日，在李存勖的灵柩前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后唐明宗。为彰显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与对前朝的仁厚，李嗣源追谥李存勖为光圣神敏孝皇帝，定庙号为庄宗，并将其灵柩安葬于雍陵（今河南洛阳新安县境内）。而李存勖的长子魏王李继己，此时正率领伐蜀大军班师回朝，行至渭南时，得知父亲遇害的噩耗，本就因郭崇韬之死而人心浮动的大军瞬间溃散。李继己身边仅余数十名亲信，自知无力回天，最终在驿站中自缢而死。此后，李存勖的直系后裔或被诛杀，或隐姓埋名，李克用一脉就此断绝。曾经由李存勖亲手开创的后唐基业彻底易主。李存勖的人生轨迹，其兴也骤，其亡也忽，如一颗划过五代乱世夜空的彗星，光芒耀眼，却转瞬即逝。他生命的剧烈反差，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面映照权力本质与时代逻辑的深刻镜子。李存勖的本质是一位登峰造极的军事天才，却是一位彻底失败的政治家。他前期的辉煌根植于其超凡的军事才能。他从父亲手中接过内忧外患的河东基业，面对后梁这座大山，却以惊人的胆略与精准的战术，在潞州、百乡、魏州等一系列关键战役中以少胜多，最终直捣汴州，完成惊天逆转。其用兵之奇、决断之果、执行之锐，堪称五代军事艺术的巅峰。其宿敌朱温在潞州败退后，曾不禁慨叹：生子当如李亚子。此言既是对这位年轻对手的由衷叹服，也预示了梁晋争霸的终局。他不仅实现了父亲的30遗命，更几乎统一了广袤的北方，其武功之盛却可冠绝一时。然而，夺取天下与治理天下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问。当李存勖从晋王转变为后唐皇帝后，他性格与能力的致命缺陷便暴露无遗。他无法完成从军事集团领袖到天下国家君主的关键转型。天下是靠刀剑打下来的，他却误以为可以继续用管理军队、依赖个人恩宠与威慑的方式来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沉溺于自幼酷爱的音律戏曲，将朝堂变作戏台，自取一名理天下，其政治荒诞至此达于极致。更为致命的是，他在权力巅峰期推行了一系列自毁长城的倒行逆施，彻底瓦解了统治根基。其一，赏罚颠倒，厚临宦而薄将士。他对昔日并肩作战的功臣宿将猜忌日深，对开国元勋兔死狗烹，寒尽功臣之心。与此同时，却对伶人宦官宠信无度，任由井禁之流出入宫陎，诬陷大臣，干预朝政，甚至以伶人为刺史，以宦官兼诸军。战场上士卒缺饷，妻儿动馁，而宫中赏赐伶人却无度。这种于实质上得天下的狂妄与对基本公平的践踏，使其赖以起家的武力集团彻底离心。其二，贪婪聚敛，纵容内淌干政。他不恤民力，任用孔谦等酷吏横征暴敛，致使四方饥馑，怨声载道。尤为甚者，其皇后刘氏
贪婪吝啬堪称一绝，不仅协助聚敛，更将国家共富视为私产。当国库空虚，军士嗷嗷待哺之际，宰相恳请发放内库钱财以解燃眉。刘皇后竟带着庄匣和幼子上朝说：“宫中所有，只此而已，请卖作军饷吧。”此举之刻薄昏聩，令人心冷齿寒。皇帝与皇后如此作为，军民之心焉能不散？因此，他的失败并非简单的骄奢淫逸，而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失败与系统性崩溃。他的统治缺乏一个稳固帝国所必须的制度化、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与治理原则，完全建立在流沙般的个人权威与军事威慑之上。当他失去战场上的敏锐，其个人性格的弱点，艺术家的感性放纵，对复杂政治的幼稚理解，对人性与利益的错误判断，便被无限放大。于是，当魏博一族发难，昔日肱骨之臣李思源被乱军拥戴时，这个外表强盛的帝国竟如纸糊般瞬间崩塌。最终，他死于自己宠信的伶人之剑下，尸身为乐器所焚。其结局的戏剧性与讽刺性，为其一生写下了最残酷的注脚。从历史长河来看，李存勖的功业与败亡都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他灭亡了更为腐朽暴虐的后梁，一度整合了北中国，其疆域为5代之最。但他的速朽以最惨烈的方式警示后人：马上得天下，绝不能马上治天下。武力可以开国，但唯有制度、德行、公平与民心才能安邦。其忧劳可以兴国，抑郁可以亡身的教训，以及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的结局，成为后世帝王将相时刻警醒的境界。北宋之所以能初步走出5代循环，正是因为在强干弱枝的武力布局之外，更加注重文治、制度重建与意识形态的整合。李存勖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他是勇冠3军的统帅，也是粉墨登场的伶人，是算无一策的枭雄，也是政治上的巨婴，是几乎结束乱世的英雄，也是亲手葬送江山的昏君。他的人生是天才与庸人、辉煌与暗淡、创造与毁灭的奇异结合。欧阳修在《新5代史》中慨叹：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这句千古慨叹，正是对其命运最精准的概括。这叹息背后，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唏嘘，更是对一个时代逻辑的深刻揭示。在纯粹武力崇拜的丛林法则中，任何缺乏文明根基与政治智慧的辉煌，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浪花。李存勖的传奇与悲剧，也因此超越了个人，成为解读权力、人性与历史宿命的永恒境界与预言。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